大家好，薛亮继续跟大家聊黑泽明的七武士，这是我对这个电影的深度赏析的正片拉片的第3集。那薛亮这个频道有很多不同的内容啊，有时候我会讲讲自己的个人成长，有时候也会讲一讲美国身边的一些现实的一个事件的点评。然后更多的时候呢是在聊电影，然后聊电影有不同的聊法，有时候可能是一种偏单式的聊，那真的就是蜻蜓点水哈，非常肤浅的。还有一种呢，可能就是一集就聊一个电影哈，聊一个电影也可以是新电影，也可以是老电影，也可以是说它是一个社会现象，或者是说某种文化的表征，有时候也是这种电影技法的一种点评，然后有时候也会聊点流行歌词的意义。但是其实主要的我的内容还就是说像这样深度赏析一样的去特别仔细的去看一部电影，恨不得是说所有的细节都不放过。那我个人呢其实也最享受这样的一种做内容的时候的状态，因为我确实能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看到很多我以前从来没有仔细看过的，因为我自己看电影我也不会这样拉片看嘛，所以等于说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一个事情。也跟大家如果是第一次来我的频道的话，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徐亮，我人在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和大家通过电影和文化的话题探究人生的意义，探究这个世界和我们内心的真相。我分享的方式就是一镜到底不剪辑的漫谈，所以说错和说的啰嗦的地方请你见谅。我这个频道叫徐亮搜神记啊，但是徐亮不重要，而最重要的是那个搜神记，也就是 soul searching 的这个同音词，就是在寻求我们内心的这样的一个最真实的一个声音，这样的一个实际上是跟真善美有关系的东西。我们聊电影的时候，我们当然说会去欣赏到这些电影匠人或者是大师们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缜密的心思和他们的聪明，以及这样的一个大家合力的这样的一个美妙的结果。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事情不是这个其实很快就过去的东西哈，即使我们现在谈的这样七武士这样的经典，可能在人类历史长河当中也就是小小的一个浪花，最终也会被人完全遗忘的，甚至但是我们在探求的是一个更加永恒的事情，就是说通过这个荧幕上我们能听到和能看到的这些东西呢，其实在分析什么东西是让我触动我们的东西，那个真实的真到底在哪里，那个美善的美和善到底是怎么体现出来的。有时候是以它的一个相反的方式，就是假丑恶来体现的， which 只要说能够展示在这样的视听语言里头，这就是这个作品的成功之处。但是真的我们谈的不是作品，而是谈的是人嘛，好吧，进入这个正片的拉片。上一次讲到七武士里头的头一位哈，也就是首领看兵卫，真的是艺高人胆大，怎么去解救了这样的一个被小偷劫持的一个小朋友。那4个农民看在眼里头，这个时候主战的利己哈，一直主张雇佣武士的利己，对他自己的同伴给了一个眼神，就是看看这就是我们的希望啊！他在这个村里头的路线斗争当中获胜的机会大大的增加了。扫平一转场来到看兵卫独行在一个鲜花夹道，前面是几乎是天境般的一个山路上啊，虽然是个小路，但是感觉像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大道，康庄大道。那镜头上这个云的这种质感呢，我相信是通过这种滤镜实现的哈，在黑白摄影里头，你加一些有色的这种滤镜，无论是有时候是黄，有时候是蓝，可以去改变这样不同颜色的入光的光亮。看兵卫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马上他就有一个摸头的动作哈，这是他早期的摸头动作之一。在这样的一个刚刚削发假装为僧的过程当中，他失去了自己的一个，不管是说身份也好，还是说生理上的一个东西也好，这个动作在早期呢，表现的是一种生理性不适或者生理性不喜欢哈，你自己理过发你都知道，你刚剃了头的话，其实还真的说风一吹，你觉得那么奇怪的一种感觉啊，这个感官上的东西也被黑泽明非常准确的去 portrait 下来，然后为日后的他这样不同的挠头的动作呢，提供更加有趣味和有差异的一种反差和对照。那镜头再给出来一个比较
广角一些的镜头的时候呢，我们看到4个农民在尾行。那4个农民尾行这个画面本身就更加强调了一种欣欣向荣，同时一种秩序感，对吧？整个的画面是5个人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然后最前面还有一个山峰隐隐约约，然后这样的一条路呢就显得更加的宽阔了。然后我们就觉得说，这个真的是又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头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感受。那立即在这个时候不忘继续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政治斗争的方式贬低，或者说至少说不要让那个鸡贼兄的意见能够再次有机会出现。所以他说了个什么？他其实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说，即使是像你这么鸡贼的人，你都没有办法去反对咱雇佣这样的武士吧？你都看见了这个武士刚才也没有为什么一些他救那小孩都没有要酬劳，要了2个饭团子，其实都是丢给盗贼的。你看人家不计酬劳，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咱不是穷吗？这人又身手又好，艺高人胆大，所以咱雇佣他是没错的。这个是很显然的是一种，就是说你看看你那个糊涂蛋他立即是一个非常好斗的人，而且是一个血气方刚的人。那大个子呢，非常实用的就是说，赶紧提醒一下这个新的4人团队的首领，新的意见领袖，立即呢说，赶快去问对吧？等一会儿别到了城里头就不好问了。为什么不好问呢？因为他们之前在城里头受过挫折，武士在城里头一看旁边有人围观的情况下，是很难答应这些农民的卑微的请求的，对吧？好歹我也是个武士，我落难我也是，就像周星驰在《大话西游》，好歹我也是个黄昏武士，对吧？给点面子行不行啊？还记得吧？他当时和这个朱茵站在城楼上那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其实武士，你说他心里头那点小心思，不就是一个小孩的那种一个气质吗？然后那种人的这种骄傲和自私，不就是表现的是这个样子吗？所以赶紧别到了城里头赶快去说。然后立即赶快就往上跑。这个时候呢，画面下方的左侧一个更加卑微的没有秩序的人出现了，把这个本来非常均衡的画面就搞得更加的乱了。确实是菊千代是一个更加的其实没有更好地位的一个人他的大刀先入画的还是再一次扛着他的这个大刀，其实非常的不专业。很有意思的，整个的镜头的调度是充满细腻的想法的然后立即正在犹豫说我应该用什么样的姿态什么样的话语去打动看兵卫的时候呢，就被这样的一个 disruptor 菊千代就搞坏秩序了，被他抢了先机。菊千代过来，首先第一次影响到了这个立即的这样一个计划。然后这个詹传敏郎的这个侧相真的是表现得非常有意思特别像那些日本那种古画的那种气质，是吧？然后他完完全全无视农民在先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你不要挡我的路，不要给我提不方便，一低头就继续往前去了。然后注意这个镜头这个镜头，首先看兵卫人家走的是正道，然后之前农民尾行可能他也知道，但是他也觉得说我跟你不搭杠所以我也没有必要去回头看你们。但是这个时候听到后面有人跑步的时候呢，那我就要稍微警觉一下。菊千代入画，看兵卫再打量一下他这个跑步的姿势，因为之前呢只是在这个削发剃度的时候观察了一下菊千代坐在那儿用山西话讲咯揪在那儿的时候的那个样子，南宁了他好多次看得菊千代心里发毛。头一次看到他运动这个德性的时候也是值得注意的，这是一个
优秀的一个 HR 哈，人力资源首领的识人的慧眼的一种表达，他观察的很细。哟，你是这么跑的呀？哎，这跑的有点意思啊，那意思就是。然后三船敏郎人家跳的这一下啊，非常非常日本漫画，你不觉得吗？很多的日本漫画形容这样的一个其实挺逗逼的男人就是这样的哈。无论说城市猎人、韩宇良也好，后面那些后代的，这是一个非常，甚至说海贼王什么都是吧。哎呀，这个跳的有意思啊。然后你看他这样菊千代的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动感呢，和这个看兵卫的这样的一个静态哈，一个沉着，一个轻浮的那样的一种对比，然后一个走在正道上，一个歪门邪道的，对不对？然后他呢过来之后还觉得好像，哎，我好像能跟你平起平坐似的，而且站在一个更高的地方还打量别人一下。意思是，哎，好歹咱也都是武士嘛，对不对？而且咱刚才不是配合了一下，虽然您也不需要我的帮助吧，但是至少您在制服这个敌人之后，我是第一个冲上去用那个刀捅了捅那个死人的哈，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我还当时吆喝着让这些村民们都过来围观，好歹咱也算是小小的合作了一把，咱们能不能互相 acknowledge 一下啊？就是你也给我点 credit。菊千代上去这么急急忙忙找他有干什么呀？他的动机是什么呀？我们看看他们对话怎么说的。菊千代还吊儿郎当的哈，这真的叫 literally 的吊儿郎当哈。你看他那个背后那个草鞋挂的那个样子，这真的是吊儿郎当的字面意义啊。看兵卫非常礼貌，我相信这个话翻译过来，甚至可能是带着敬语，我不知道啊。您到底是您有何贵干？差不多，我相信是这个意思。以他的这样的一个成熟老练的一个人的口吻来说，一问这个话呢，哎，您菊千代怎么又挠起头来了啊？其实没想清楚他为什么要违刑，人家农民人家是有目标。等一下我们看到入画的冈本胜四郎那年轻人也是有自己的目标的，但是菊千代是压根没想过。他也不是真正想成为武士，他自己连自己的身份还没搞定。我到底是啥？我是农民，我是一个假装的武士，我是到底是什么？我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完完全全没有想法，就是得过且过，只是说就是愤世嫉俗哈，就是这么样的一种男人。很多我们都经历过类似这样的人生阶段，或者至少人生在某一些阶段体现了这样的一个逗逼的本质。哎，但是这个话呢？他一问他就无法回答，他的之所以追赶他的没有什么原因，只是出于一个朴素的觉得说我应该跟他认识一下，或者说我就是喜欢他，我愿意接近他，但是接近来干啥？我是拜师吗？我是要一起做事业吗？我是只是要表达一个感激之情吗？啥都没想清楚哈，他有没有过来先奉承人家两句？他还不愿意，他还觉得那样挺尴尬的，他还不愿意尬聊，对吧？哎，一问呢，他就开始挠着头，也想走正道，对吧？进来之后，两个人换位，然后这个时候呢，同样一个镜头啊，从画面左侧入镜的一个另外更有目标感的、更得体的冈本胜四郎。冈本胜四郎非常的直接。倒头便拜啊！哈，这就和水浒上的见了宋江那些江湖人士似的。这一拜，你看菊千代就想到，就说：“哎，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招呢？对吧？”他还在那以这个倔强的扛大刀的形式，一看说：“哎呦，被他又抢了先机了。”你看这画面的构图本身哈，真的是地平线的哈，几乎是小金般的这种角度。然后他们的这种 OK， 这也蛮简单的，就是他想真正的说我要跟你学怎么去当一个合格的武士啊，我特别是武艺上的这些东西想学。镜头再一切呢，就只切了这两个人。冈本胜四郎的这个动作交代完之后，就交代的主要其实是菊千代的这样的一个感受。然后这个时候呢，看兵卫
再一次摸了摸自己的脑门啊，这次我相信就不是一个生理性不适了，而是一个心理层面的东西了哈。你看看我这个样子，你适合去跟我拜师吗？对吧？我没有那个你想象中那样的一个光环，我只有这么一个光头哎，我的头衔没有了，我不是武士，我是个浪人而已。等一下他会交代，但是就这一摸啊，非常非常准确，很敏锐的对人物的这种内心活动的一种刻画。那菊千代还不明就里呢哈，说他如果说愿意收这个年轻人的话，我是不是也就有了机会呢？所以他也很关注，而且他找到了一条新的可能性的路径嘛。看病卫就说反问了一句，然后他自己讲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交代我们观众第一次才知道他真正的身份是这样子的。菊千代呢，这个时候就从画面右边之后，环绕着跪在地上的冈本圣司兰跑到这个画面的左边来了。这个运动本身其实还是一个性格描述啊，就是说，哎，我也是和锅上的蚂蚁一样，我也有类似的愿望啊，是不是？但是还是说不出来。这个时候看兵卫还是也看看他啊，就是你如果有这样的想法呢，也就劝退了吧，得了啊，真的我不收徒弟的。听完这个话之后，菊千代又跑回原来的位置了，他的这个立场是非常的犹疑的，他的心里头活动是可能是七上八下的，他一下子处理不了这么多的信息，你知道。你看这菊千代的反应很有意思的。那再来一个就是贴近地面的这样的一个表明了冈本圣司郎的这样的一种前进和至少就说他是一个很正派的，然后也有这样的一个情怀的一个年轻人，很理想主义。他继续求看兵卫的单人特写，咱边走边说吧。这个时候的黑泽明的影像的剪辑的风格，基本上和就是经典时期或者说普通的电影术的这种连贯性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基本上那个切在动作之上的那种连贯性是严丝合缝的啊，一般观众也都甚至注意不到人家真的剪辑了，就是你实际上心理上你是完完全全感受不到这样的一个剪辑的，它有太多这样的一个 continuity 的 perfection。黑泽明毕竟是个完美主义者。然后在菊千代和看兵卫之间呢，现在多出来一个阻碍啊，这个年轻人挡在了他们中间了。年轻人很机灵，人家就跟着走了。那看这个菊千代呢，到底想我不愿意被你们被中间还搞出来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还是左一左右一右啊，真的挺难受。我到底是跟着走还是不走呢？自己原地打转啊。后来我们再看到，其实就是说他到底要不要跟着这样的一群人走，其实他都没想清楚。要否则的话，为什么到了镇上之后，他又一次是落在后面呢？农民这样的话也就没机会现在去说呀，对不对？想的是说没到村子就说，但是来不及啊，人家现在两个武士谈，我们农民哪能说得上话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哪能说得上话呢？对不对？还是农民特别的卑微，然后以一个平行移动的一个 dolly shot， 就是一个滑轨的镜头，完完全全是背景在动，人物在镜头上相对静止的。看兵卫说的意思 I'm at a loss， 就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哈，就是你让我怎么办呢？你实在是太高估啊，这些事情没什么可说的。然后镜头的运动就是本来冈本圣司郎在后面追随啊，也就是说我不敢造次走在你前头，但是为了说
一定要让你接受我呢？在这个时候，镜头还可以说暂时挡在这个师傅面前。看兵卫讲述了更多自己的过去的这样的一种，其实是一个败剑哈，就是失败的教训。就是说我这辈子真的是打仗是打不少，但是没打什么胜仗啊。而且其实我就是自己都觉得我是一个不是特别幸运的人哈，是一个挺丧的一个人。所以你干嘛要跟着我呢？没好处啊。然后这个时候冈本圣次郎在镜头里头呢，就是说他又要有这样的一个调度的运动啊，然后他要挡住他。这里头表现的还是一个人的动机，这是非常非常古典的电影的镜头内调度的办法。然后甚至说在这个镜头里头，两个人刀对刀啊，刀把对刀把，就是几乎是一种 confrontation。然后停的位置呢也非常的巧哈，就刚好是说这个不管后面是个庙呢，还是一个小亭子呢，就在中间了啊。这个是一个极其对称的这样的一个构图，这个东西一定是刻意的想好的，最后要停在这个地方，就是黑泽明的这样的一个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的一个特质。然后第一个拒绝他的理由呢，人家年轻人根本不管不顾啊，继续不行，这我不接受，我还是要认你。那看兵卫就是说，第二个理由，我没有任何手段能够让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人去，我还得照顾你呢。说白了就是我一起在路上，我没办法照顾你啊，年轻人。那意思是啥呢？首先就是说他看到了这是一个完完全全不成熟的一个，他是个 boy，OK， 他是个男孩，他不是个 man 的，他还没有身体上看起来是挺大个子了，但是心里头呢还是个小小的男孩。我也不是你爸，对不对？我没办法照顾你啊，这等于说责任还大了呢。我还不仅仅是说要教你武艺，我还得给你当干爹呢呀，我还得教育你成为一个男人呢。这个事儿我真的做不了。可能看兵卫一辈子也没有什么正儿八经的家庭，或者有也都已经妻离子散了，对吧？战争年代武士的身份，这个时候给了一个很显然已经到了村口了嘛。一个大广角交代这个其他人的位置。这个时候菊千代去哪儿了呢？菊千代正在原地打转呢啊，还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样呢，是一个极其迷茫的一个角色。那农民们在这个时候商量，也在择机想办法看怎么办。快到村口了呀，赶紧该上呗。你看这些人的小动作哈，非常的细，立即干嘛？指了一下，赶紧去啊，对吧？这不是你揽的活吗？难道你还要指望我们去啊？你去，而且这个时候机会来了。这个远景的这边呢是说，很显然，你看这连续性剪的哈，往这边侧边一步要绕过它，这个大镜头广角镜也是这样的。这个时候冈本圣次郎看起来已经觉得说万念俱灰，没希望啊。然后看兵卫就这样冷淡的执着的走了。这个时候机会来了，赶紧呀，然后这个立即追上去啊。这个时候又从镜头左侧哈，搅局的人再一次扛着大刀出现了，以一个怪异的奔跑的方式啊。你看他那个奔跑的方式极其可笑，极其滑稽，故意的啊。这是眼看着本来立即都已经要快追上大师了。然后这个时候经过冈本圣次郎旁边，冈本圣次郎也说：“这货又来了，是吧？干啥呢？刚才不是甩掉他了吗？”然后这一次你看，菊千代在经过立即的时候更加的 aggressive 了，更加的 rude， 非常粗鲁，一把人家推开。反过来这个镜头呢，没有那么广角。但是呢，你看这个整个的这个交代的环境啊，交代的这个景深，就是非常非常的厉害，这都是需要格外的去布局的呀。OK， 推了一把，那立即肯定觉得特纳闷哈，这人干嘛非得跟我过不去呢？因为他这一次觉得说啊，我机会来了，从
观众掌握的信息来讲呢，说你看这个孩子被拒绝的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太年轻了。当然，菊千代不知道这个事儿，但是我们观众会觉得说，哦，也许他这个年龄是够了。可是说实话，菊千代虽然看起来比冈本胜四郎年龄要大，但实际上他的心理年龄呢，比冈本胜四郎还要幼稚，还要愚昧。他是一个现在是完完全全是一个愚昧之人呢，完全没长大过哈。但是他的可爱之处就是说，他保留了这样的一种本心。OK， 你看，立即就直接被推出话了，你看到没有？就完全太猛了吧，这推着也。然后他过来之后，还是不知道该说什么话。然后看兵卫再次提醒：“哎，您怎么着？我能帮您点什么吗？”你和之前这两个人对峙的时候，人家是刀疤对刀疤是平着的哈，然后这个菊千代的这个刀疤是扛在这儿，这还不是刀疤了，这是刀尖儿啊，对吧？虽然是在鞘里头。看他的这个小眼神，说：“哎呦，这个问的我还是没有办法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继续挠头，继续绕着人家转哈，又绕过来。你看这镜头，把这个刚才推出话的这个立即又放进来，是镜头通过往右摇实现的，又转了转，到底想怎样嘛？对不对？就是不说，说不出来。我真的，他真的是没想清楚。他就是左一下右一下，非常的飘忽。然后这个时候，冈本胜四郎就觉得说，你这个对我心目当中浩气长存的大师来讲，这不是一种侮辱吗？你凭什么能够看起来和人家平起平坐？哪有你说话的地方，对不对？所以他其实对秩序是一个非常非常追求的一个人，他对武士本身的这个阶层没有像已经当过武士的这些人有那样的一个光环的想象，没有那样的一个 rosy picture。冈本胜四郎是那种典型的，就是说其实这个时代已经不需要武士，但是他从小可能受的教育也好，听的传奇也好，这就是他想成为的那样的一个人。他不管这个时代怎么样，他就一心要成为一个他心目当中的好的武士。所以他也挺勇敢的，虽然年年轻轻上来就说嘿 insolence 啊，其实就是无理，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下就喝止他，就是说你不要这样去大不敬哈，这里头哪有你说话的份儿？但是从江湖的经验来讲呢，虽然说菊千代是个你都不知道他算不算流氓啊，可能就是真的是一个 homeless， 他感觉就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但是他街头经验丰富啊。你看这眼神，斜着眼睛看啥，说你算几根葱啊？你这里头哪有轮到你说话的份儿了？那看兵卫也在观察这两个人的动态，看菊千代的手在哪儿呢？就是还在抠脚大汉，在那挠肚皮呢，可能搓泥呢。呀，你看他，哎，扭过头来看，怒视一下，然后刚才那个小眼神，怎么着？你拿把刀你就想吓唬我了？我可是厦大的哈，我可是厦门大学毕业的，厦大的，别吓唬我啊 ！Stay out of this, little chick 啊，就这边英语的那个翻译就是说，滚一边去哈，小鸡，就小鬼啊！这就是基本上是一个极其蔑称的一个，根本看不起他。然后这个镜头我们看到就是说，黑泽明在画面调度里头的这种克制，人物微微的有一小小的一个洞，你就能感觉到那种张力的这种激发和 build up 这种积累。你看冈本胜四郎就是往前小小的往前
顶了一下，然后看兵卫也是小小的往右移动了一下，反打过来，就是两个人知道说可能他们会发生冲突，看兵卫直接用杀人的眼神哈，我已经看了你这么多次了，你不敢，你告诉我你不敢哈，我看死你。哎，菊千代还不得不去回应这样的一个眼神，然后他嘴角一撇，是吧？意思哎，你放心，你放心啊，老大哥啊，我不会跟他一般计较的，非常微妙的一种表达。冈本圣四郎也是身体微微的刚才往前倾，这个时候进入了一个更加严肃的对话，就是关于他身份的一个探求。这时候其实观众也不知道嘛，对吧？然后我们只是从这个发型和他的之前我们交代过这些细节来讲，其实已经非常 questionable 了。即使不像看兵卫这样的有经验去辩解，我们也大概能知道了。even 这个事儿呢，嬉皮笑脸的这样的一个这演的特有意思啊，很尴尬，就是哎呀，您什么意思嘛？啊，就看出来了嘛。哎呀，我在你眼前藏不住了嘛，对吧？这是一个过肩的特写，很没有安全感呐。但是他的身体呢，却好像很固执啊，眼神把他出卖了，但是他的身体摆出来一个很强硬的、很 tough 的感觉。他马上又决定说，我继续要撒谎下去啊，我也许说不定，哪怕被人叫什么看穿了识透了，那这是咱俩之间的事儿。现在这不旁边还有一个 little chick 吗？还有一个小鬼呢，我不能在他面前丢这个人呢。所以他咽不下去的是说，我估计这大师是把我看出来，我确实是不是哈？我这一个谦卑的眼神，很不好意思的已经表达，但再转念一想，不能在这个年轻人面前丢脸呐，所以他说了个啥？身体一愣啊，眼开戏了，也继续撒谎，同时把这个自己的大刀头一次拿下来了，意思你以为我只会扛这刀吗？我也会使啊！我也是会动刀子的人，这当然就更加的愚昧了哈！你看人家谁动刀子呀，对不对？那刀这种东西能随便动吗？你一旦刀出鞘，那东西是有后果的。你想刀出鞘再想收回来，不是那么容易了啊！你挑起来这样的一个冲突，你得把它想办法结束了哈。就和说英语里头有一句话叫打架的时候 ，I didn't start it, but I finished it。OK， 不是我挑的事儿，但是我把这事儿给平了。最后我把这场架打完的，是我把这场架给打完了。也就是说，最后呀，对方挑衅嘛，最后我把他打趴了嘛，还打不打了，对吧？不打了，你说的不打，好，咱们就收手。那这是一个厉害的人的表现，而他是那个轻举妄动的人，用这样的一个外部的东西来其实遮掩自己内心的虚弱。大刀往地下一杵，哇，再换一个站姿啊，刚才是这样过来。然后两脚一换哈，摆出来一个怎么着？你还要往后一步，你是要打人吗？这种打架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哈。如果我正面对着你的话，其实我 means no harm， 我不想动你。但是如果说你跟人单挑的时候，这个人突然觉得说跟你有一个3/4的，一个手在前，一个手在后，这个时候很可能他是要攻击你的哈，因为他要形成这样的一个身体的扭矩了。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姿态嘛。那你看，从画面来讲，冈本圣四郎也蛮年轻，也觉得有一点点被吓到，他往后也退了半步，甚至一步。但是你看中间不动的是谁呢？不动如山哈，这是这个看兵卫人家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姿态。所以这些事情都是细节上去建立这样的人物角色的性格和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人物小传，都是通过这样去写出来的。很厉害，很高级，很高效，很有娱乐性。特写，看兵卫根本就不为所动，轻轻的叹息一下，就说：“啊，是真的吗？”他这个其实可能不一定是说这是真的意思还是假的意思，而就是说，哦，难怪呢，他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他同时呢，
也不回应啊，你说是就是喽。你要说你是武士，难道我有义务要把你揭穿吗？我没有必要去惹你这样的一种人啊！你其实跟我也不在同一个级别，我这教育你是你爸的责任。他反而更加的说，想去造就这个年轻人，同时给他一点点保护吧，然后同时也用这样的一个保护，其实劝退那个想滋事的菊千代，这是一种非常高级的拉架的一种气场。哎，小伙子，走吧走吧走吧啊，不要跟他闹。那你看菊千代也挺觉得说一拳打在空气上是吧？哎，人家都不理我，你说心里头是不是更加的吃瘪呢？对吧？仔细观察说，哎，人家根本都不把我当回事儿，然后人家就这么走了，也甚至都不害怕我背后去偷袭他们都觉得我连这个能力都没有嘛。他也真不敢偷袭人家，他就只能很生气的看到人家走了之后，以一个跟自己过不去的方式又把自己的草鞋在屁股上甩起来了把自己又变成了一个吊儿郎当的真正的身份出来了你刚才那个直剑处在地上的那种英气，在瞬间就全然垮掉整段垮掉，然后继续抠脚大汗，浑身挠。哎呀，然后继续原地打转，你看到没有？这些他转了几圈了，这么一会儿，可是一直在原地打转呢。两个人继续的背影的特写，年轻人还想看一看，说这人到底是干嘛的呀，对吧？看兵卫看都不看，哎，走你的，走你的啊！没有必要去惹那些没有必要的麻烦很厉害的。他要提问这谁呀？这人是，这也是给观众，其实说在我们的心里头，这是我们观众的一样的问题嘛。看评委不会没有必要给你答案，管他是谁，对吧？他反正不是武士就得了呗就 leave him be， 他该咋样就咋样呢？那你理他干嘛？那菊千代就彻底的这样的一个try to engage 想办法本来去混个脸熟的这个努力呢，就被这样的一个年轻的武士呢破坏了2次，等于是2次机会都被抢走了，所以他推了2次利己大家想一想，他刚才2次他能够欺负谁？他就只能够欺负农民。他虽然他自己也是农民，他是因为他带了个刀，所以他只能欺负利己。这是一种社会的或者是人间的一种悲剧就说我们人有时候如果只是按马克思主义叙事的话，你觉得这就是全部的真相了压迫者受压迫者就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咱就靠威风就好了，咱就靠谁的拳头大就好了。丛林法则哪有什么道德？但是这个是世界的真相吗？如果那个电影就这么拍完的话，这还算个故事吗？什么是故事呢？我们人很难被别人去用一个完美的 argument， 就是一个论证、论据、论点被说服，我们不能。我们基本上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就是没有办法用一个逻辑严整的一个论点简单的把别人说服改变他的一个想法，很难。但是我们人会很容易的被一些故事所启发，然后我们就真诚的认同这个事情。在生活当中呢，我们看到当人有这样的变化的时候，我们说他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的时候，那是非常 powerful 的比他那种再怎么去给你讲说这个到底是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世界到底应该怎么样，有用的多。我们看电影也是这样，我们实际上是通过故事学习是最快的，在生活中看别人的故事，在电影里头看这些虚拟的故事，但是都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4个农民还在远远的看，然后菊千代非常的觉得又没面子，恼羞成怒，又没有办法发泄只能去很软弱的、很虚弱的、很愚昧的
丢起来一个石头丢在河里头，还把这些农民们吓得够呛，毕竟他手里头拿得到，所以利吉也不敢说什么，对吧？绕着道赶快跑，他还有机会啊，你是没机会了，但是我还是要办事儿的呀。进了村了，这个时候马上已经进了村了，哎呀，这个利吉再也不能跑到闹市去了，直接追上去刀头便球啊，没有讲这个到底怎么样啊，直接切换到另外这个旅馆里头，平民旅馆啊，这是比这个 motel 还要 motel 的地方。然后这些城里头的这些苦力流氓们继续嘲弄这些可怜的农民啊。这个农民是谁啊？苦瓜脸，苦瓜兄是干啥呢？做饭的。苦瓜兄在他们4人里头，甚至位置都是一个完完全全仆人的地位，就是脏活累活都我干。他也不想拿什么主意，他也没有这个能力去拿什么主意，他就是干这些脏活，做饭就是他做。然后这2个人就嘲笑他说：“你们根本就没希望，还把人家锅还揭开。”揭这个锅当然是为了去 pre-shadow 一个事实，就是这里头煮的是米饭。OK， 这个米饭的这个信息到后面才会出来。但是你看他们的眼神了吗？这个流氓乙，哇塞，多少天没有吃过白米饭了，对不对？那苦瓜兄也是觉得说，哇，我们这好好的米饭，这吃了送给人家吃，人家还不一定真的过来帮我们啊。你不知道这锅里是啥，这是个信息不对称的东西，你就看到一团热气。然后这些人的说法就是说，哎，也许就和上一次一样，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啊。然后到了这个客栈的前头的这样的一个有窗户或者栅栏的地方，一堆人在这静坐呢哈。看兵卫离门口最近，然后3个农民。他们也没办法去真正的达成一个什么样的一致性，他们可能现在就是说已经完完全全了解了农民的需要了。看兵卫就起身之后，可能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就说这不行，这我可帮不了你们这个忙啊！你想这个忙肯定之前绑架小孩这种活，我说实话一个人干就干了，但这事儿。他就然后接下来讲这个为什么不能帮他，这个其实这样没有太多可说的，就是我们就往前快速的拉一下。那年轻人给出来这个想法，就是说你看出来他受过一定的理论上的训练，就是说，哎，好像对打仗也敢说几句建议啊，说，哎，咱们可以用毛弄成，就把竹子给他们弄成长矛之后，咱们组织他们一下不就行了吗？这个就是典型的，可能是军校里头啊，或者是演武堂，或者叫什么那种日本的那种培训军人的地方。啊，有理论知识是想的也没错，但是看兵卫说这个不是说你们在学校学的那点东西啊，从兵法上学那东西，毕竟人家对方40多人呢，40多，而且有马呀，对吧？咱们2、3个武士都挡不了，何况现在只有我一个，你都说实话，你都可能算半个吧。呀，这些镜头都是非常考究的哈。每一个拿出来都非常值得说，但是我还是觉得，哎呀，可能为了时间的缘故，能够再快一点。这个镜头是运动镜头，跟着看兵卫往前啊，这个凤凰卫视的台标，他们这个背后的这个 logo， 其实就是说他们昔日效忠的这种藩主，反正他们主攻的这样的一个，就和美国那个农场似的，对吧？那个 ranch， 那就你们看过黄石也好，每一家都有一个不同的这个 brand。大家说起来 brand 就是品牌 branding 的意思，原来的意思不就是说烙铁吗？这是我家的牛，我要用我们家的这个 logo brand 一下这个牛，这就是品牌。OK， 这些都是品牌了，就是我们你是为谁效忠，你是谁的 property， 甚至就是。呀，他基本上就是讲述，就说在评估整个这个战局的困难，简简单单就说，哇，这个村里头反正就是4个边吧，各自这儿要有每个边要有2个，然后这个地方要增加2个，反正加起来他最后说了个啥，
就是需要7个武士嘛。那立即在这个地方其实本来都觉得说无望的时候，一听说看兵卫还在问更多的细节，他又特别兴奋起来，说赶快呀，我跟你解释解释。说完这些，其实仍然是说在看兵卫想的时候呢，立即就和鸡贼兄继续商量起来，说你看是行的，他说7个就够了，那咱们这是能够请得起的呀。那鸡贼兄当然就是说对武士是存在极大的戒心，而且这个事情一开始就不是他的想法，他不愿意认输。他说咱们村里的长老说只能请4个嘛，对吧？然后他还要看一下大个子，大个子还看一下啊，倒回去。老爹说4个，是不是啊？大个子，大个子在旁边说是呢。大个子是个墙头草哈，没什么主意的一个人。立即就又生气了，对不对？不就是再多3个嘛？其实这等于说预算一下子增加了75%啊，这个其实是挺大的。但他想做，他就觉得说，那7个和4个能有多大区别呢？那在立即来讲，那7个和4个那是天上地下的区别，对吧？所以人和人的立场不一样呢，我们其实对事情的看法也会截然完全不同，最后做出来的选择也会截然不同。看兵卫一看说，你们倒商量商量，我就跟你们算一算，对吧？你们就认真了吗？你们也是不要我不想把自己挖个坑，对吧？到时候好像是我不帮你们了，我还先把话说清楚吧。然后他就讲到实际的困难，就是说你们这出的价码也太糟糕了，我们还得再找那么多人，首先找人就不容易，其次你们只能给人家提供基本的餐饮服务，武士你们谁会愿意干呢，对吧？然后他说了这个条件，就是说只有那些真正就是为了愿意打仗的这帮人啊，就是为了你的这个哪怕是战争的目标也好，还是说这种冲突的意义感也好，或者就是只是为了能够打，那这些人才会答应你们的呀。然后而且我其实是厌战的呀，我都不想做这事儿。他都已经决定就说算了吧，就综合考虑之后，咱们还是井水不犯河水，我要走自己的阳关道了。搭链一搭啊，准备走，连这个冈本圣次郎也觉得没有必要去跟他们搅和在一起。然后这个时候呢，就立即，我记得在这个地方的音乐啊，大家可以自己去听，就是非常非常的悲凉的一种声音。用的还是同样的主旋律，立即就泣不成声了，就 sobbing 了，就开始说崩溃了呀！就他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意义和尊严，他的完全是被击垮了。你看他的手势啊，那他这样的一个大男人哭成这个样子呢，其实这些人也是心里头觉得不落忍。哎呀，这些农民什么苦没有吃过，对不对？他们如果只是说，哪怕说为了吃不上饭，他们挨饿，他们都可以。然后就因为这事办不了，就能够痛苦成这个样子啊！这真的是说，不是叫什么好，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啊。受苦没关系，挨饿都没关系，甚至说自己被羞辱、被抢劫都还可以接受得了。那立即什么东西不能忍呢？是因为他心里头那个痛点是在他的老婆被抢了嘛？这是他的那个，这也是其实非常真实的，就是说我们人活着是靠一口气呀，这口气不简简单单是一个吃穿衣食住行的表面的东西。是我们这个内心的一种尊严和有时候愧对别人的那种 shame 那种羞耻感，这是非常非常真的。所以人活着不单单靠食物，乃是也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哎呀，这个时候他们也不得不为之动容啊！
而且他本身就是心里是有慈心的这样的一个人，他的身体的姿态，然后再用一个眼神的变化，从立即身上呢又听到另外一处有动静，眼神一瞟，镜头接过来，这三个流氓城市苦力呢就开始有一点点要表达他们自己的观察也好，讽刺也好，但是其实这三个人在这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性的翻转的一个作用，没有这几个人，这个股市真的可能就和农民分道扬镳了。我们看他们说什么，他们开始嘲笑农民啊，就是说哇，拿了点酒，对吧？他们至少还有饭吃，还可能是花生米啊，还能打点酒，反正 another dollar another day， 对吧？我们在城里头至少有活干，我们天天能够自食其力，虽然没有什么财产吧，但是我们也不会受你们这样的气，对不对？他们还看不起农民呢，说你看，好歹啊，我没有生下来就是个农民啊。然后三个人从这样的一个栅栏后面绕道到另外一个地方来坐下，准备喝酒了，一边口里头嘟嘟囔囔。这时候镜头反打过来，以这个刚才的那几个农民和武士为背景，和街道为更远的远景。几个人喝酒说：“真的活的，你这些农民活的连狗都不如呀，说对吧？这句话就是这样说的，真的狗都不如，太下贱了。”但是他们这么说话，客观上呢，其实帮助了这样的一个武士和农民的合作。他们说这样的话，其实不单单是为了去发泄啊，他们心中也有对这个世界的很多的怨恨，以及就是说对这个世界真相的一种他们的认知。就是说，你看看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么残酷。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残酷世界里头，我们就只能指望于说我们的出身嘛。我们生下来是农民啊，那你就狗都不如。我们生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头，虽然说也是无产阶级，但是至少比那些人强。那武士活该，人家生下来就是武士。所以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想法还不曾在这些人，或者说他也在这些人心里头酝酿，但是他只能以这种发怒的方式，以继续嘲弄别人的方式去表达出来。而且他这个嘲弄的不只是说农民啊，他也在嘲弄或者说讽刺这些武士阶层的虚伪嘛。就是说你看你们就不要再假假装装说你们是为了一个世界的道义在作战哈，你们帮他们了吗？让你们牺牲，你们愿意牺牲吗？你们只是愿意为那些你们的领主和大民们牺牲，因为人家给你钱，你难道不是也就是一条狗吗？对不对？所以说农民不如狗，你们也不就是狗而已嘛。所以这话里头是有话的哈，这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个写作。然后他们不敢骂武士嘛，只能去刺儿他们呀，对不对？只能讽刺他们，他们怎么敢直接羞辱武士呢？所以他继续骂农民说：“干脆上吊死了就吊死得了啊！你活的还不如死了呢。”还过去还要捅他一下，坐下来喝酒。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血气方刚但是正义感爆棚的冈本胜四郎在这儿，是他在这儿说的这句话哈，说。你看他又开始斥责了，他好像叫巴嘎，就是那个话，他特别 terse。他在骂人的时候，你像刚才骂这个菊千代的时候 insolence 无理，然后这个地方又是混蛋，就是混账，就是他就是一个其实受过这样比较好的教育的一个孩子，他家里头的家教是怎么样，他就会在这个世界上表现出来类似的这样的一种气质。他是受过很好的教育，我们看他从他的衣装上你也知道，人家出身是很好的，他也有朴素的正义感。他觉得你们也太过分了哈，怎么能这样说人家呢？然后这苦力就说：“我就是说实话嘛，怎么着，对吧？你也不要找我麻烦啊。”
那冈本胜四郎还要继续说，你这样就是不对的，什么是真话，对吧？你们对农民的这种苦难有什么理解呢？你知道个屁，对不对？农民受的苦你们知道个屁。那他这一句话就当然引过来更多的一个 pushback 啊，然后这些苦力就说你也有资格说这个话哈，我们如果不知道的话，我们如果连屁都不知道屁的话，你连屁都不知道，对，基本上就这意思，不要搞笑了哈，你好像你知道似的 ，like you would know， 对吧？你看你穿的这个衣服，你看你的这个阶层。我们不知道，你才不知道了吧？不要笑死我啊！那冈本胜四郎这个时候就又有点冲动了，他每次就还挺想干仗的哈，然后就行了，然后人家嘲笑他说：“哎，如果你那么知道人家的疾苦的话，你为什么不去白白的帮助人家去呢？对吧？说话把漂亮话说的那么多，那这个话。”其实也触动了这样的一个自己认为自己有道德感也有理想的年轻人的一个痛处，就是他也觉得说是没有什么可反驳的，其实就是这么虚伪，我们人都是这么虚伪，我们人作为人，我们也知道说应该去尽可能的爱人，尽可能的去帮助别人，但是深层次呢，你就能帮助那么多，然后就其实也是有时候帮别人也是为了自己好哈，有一些人帮别人就是为了说，你看我是个特别乐于助人的人啊，为了自己经营自己一个形象，能够获得更好的益处，更不要说西方的很多的这种极左的这些人完完全全糊涂哈，就是说我其实是要改变世界，但是实际上我只是为了自己谋利哈，我打着做福利的这个。旗号其实都是中饱私囊，为了培育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势力。哎呀，这样的事情，这个世界是到处随处可见，这是人的常态，这是我们罪性的表达。忍不了了哈，实在不行就打吧。哎，这是人家这些城市群盲是说，我们虽然一个打不过你，但我们3个臭皮匠还顶不了你个诸葛亮，我们3个苦力还打不赢你个武士，而且我们其实在街头的打架，我们也没有什么规则，对不对？哪像你们武士对决，等一下我们最后看到的那个武士对决，至少还有点规矩，在街头打架，我什么都可以用，对不对？你用刀，我可以随便什么都用，我可以下绊子，我可以偷袭你，我可以用沙子丢你的，把你的眼睛给你弄，而且我们人也多，然后街头的经验比你多多了，一看冲突要来，哇塞，这农民们吓得赶快就闪到一边去了，农民就是这样的，大多数人也都是这样的啊。我学长讲过一个在公共车上的故事，你们回头看看，我真的这是我对人的了解，就是大家都是怕事儿，都不愿意自己有麻烦。见义勇为的人是极少的，这个镜头的运动也挺有意思的。我们看起伏是从哪儿来的？起伏是说从农民们躲过来，看兵卫观察到的为主。这个镜头是这样开始的。然后他看冈本胜四郎的反应，冈本胜四郎的冲动他已经看在眼里，他想拦，结果没有拦住。冈本胜四郎从右边入画就变，然后镜头同时还在往后拉，创造一个更多的空间，让这几个苦力能够穿过来，然后交代一个更大的环境。交代这个更大的环境的目标哈，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耐人寻味的细节，实际上是在这儿，是要让我们看到苦瓜兄这个时候把饭给准备好了，这个精妙之处就在于说那个 timing 和设计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然后又特别合理的这种镜头运动。人家的这种镜头运动完完全全不是为了运动而运动，而是为了交代一个新的信息，为了能够更丝滑的把这些所有的冲突和戏剧的这些张力和细节铺陈出来。润物细无声，大师中的大师啊！交代环境的时候，你看。立即捧着两碗白米饭，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情况下，懵逼了，对吧？然后这些人以一个逆时针的方向在动，
看兵卫挡在流氓和这个圣四郎的中间，起到一个稳定秩序的作用。他毕竟还是能有相当的威慑，而且实际上就是说，最后怒喝一声哈，够了，然后这些流氓，你看这个流氓里头，其实这个家伙是最能打的哈。当时他们bully里那个瘸腿的武士的时候，也是这个人。这个爱惹事的这家伙是一个小鸡贼兄，也是哈，挺有 leadership 的。这些人还通常都是在他的领导之下。但是你看这构图，最低的还是那个不起眼的，又小又低，拖着2个白米饭的鸡贼兄啊。继续塑造这样的一个伟岸的英雄人物啊，极其坚毅。虽然是一个很严峻的形势，但是一下子人家就能够止战，以战止战哈，这是武的最高的境界嘛。中国那个武字本身就是止，就静止的止，这边是一个戈，就是刀割的割，是武器嘛。止戈就是武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用我们这样的一种能力去消除暴力。以暴力去消除暴力，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震慑的能力，所以避免了更多的暴力事件。这某种程度上就是也是和川普所说的 strength through peace 的想法是差不多的。OK， 算了吧。然后这个时候打架可能打不起来了，但是我们就导演就把镜头放在了这个小鸡贼身上之后呢，小鸡贼其实心里头也是有正义感的啊，他的是一个非常朴素的，怀着丛林法则的这样的一个正义感，但是他要让这些武士看到说你们其实有非常虚伪的一面，然后你们说他们的 suffering 我不知道，我告诉你我知道，所以他把这个米饭端过来。镜头继续往后运动啊，这都是运动镜头拍的。然后他说：“我虽然地位低贱的，其实我对道德感的这种事儿，实际上有一个朴素的想法。看一下人家给你做的什么饭，米饭，哎，人家吃什么？你知道他对这些农民是用的是笨蛋啊，这帮傻叉们吃的是啥？他们吃的是被子哈，就是稗子是吧？”就是喝的就是那稀饭，残羹冷炙，给你们用的是最好吃的东西，就是为了能够让你们帮他嘛。这个时候立即转过去，已经觉得说不忍再看了啊，觉得自己真好可怜啊，办个这样的事儿，不求爷爷告奶奶，人家还挑三拣四的，然后他自己的人生的失败感。看鸡贼兄真的是眼神都很鸡贼啊，很演得好，看的这样的情况，哎呀，演得真好。还再看一看到底你们会怎么说呢？哎，没想到，哎，这帮废柴们，这帮城市的苦力们，实际上说了几句话，看看会怎么发展呗。那看兵卫这个时候的慈心，或者说他的人生的挫败感，他对自己身份的这种深度的怀疑和一生的就是说，是啊，我做了一辈子武士，现在成了浪人，我活着到底应该为什么而活呢？你发现没有？最后其实所有的问题的这个终究的那个冲突在于说，我们为什么而活呀？我们活着是为什么呢？我们活着的意义何在呢？这是那个整个的故事的内核啊。这也是我说为什么故事是如此的 powerful。看借助这样的一个小鸡贼的一个人的嘴，哎，但是这就是这样的，这个世界无巧不成书，很多的时候你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不起眼的这些人，其实往往起到了翻转事情的一个大作用。我们想一想，我们的人生都是这样的，没有什么人是在这个内在价值上是不平等的，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 intrinsic value 啊，我们的这样的一种作为人的这种价值 ，for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而且这个是说我们认为这样的真理是不言自明的 self-evident， 这就是独立宣言那个写的极其曼妙、极其伟大，直接改变人类
历史的这样的几句话，我们认为以下的真理是不言自明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不是共通的吗？你给我评论一下，这个东西有什么不是共通的？这就是 universal 的 truth， 这就是那个 the truth。好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觉得说这场戏有一点点遗憾，讲在中间了哈。但是我们知道说，米饭和这个苦力的这个怨言呢，改变了这样的一个事件。好，谢谢您的收看，再见。